各位军迷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还记得电影《让子弹飞》里姜文饰演的张麻子端着把步枪霸气地说要让子弹飞一会儿吧？没错，他手里那把打得又快又猛的家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利恩菲尔德步枪。他的传奇可远不止于电影。我们回到100多年前的一战堑壕，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德军士兵曾惊恐地称，对面的阵地里全是机枪，火力猛得像冰雹，这仗怎么打？但德国人哪里知道，那根本就不是机枪，而是一群英国士兵靠着手里的里恩菲尔德步枪，打出了一片被称为疯狂1分钟的可怕弹幕，用步枪硬生生地打出了机枪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天才设计，能够让一把手动步枪打出机枪的速度？那个1分钟打30发，到底是士兵真实水平，还是物理外挂？当全世界都在学习德国毛瑟步枪设计时，为什么只有英国人选择特立独行？要理解里恩菲尔德为何如此与众不同，我们先要倒退到19世纪末，回到那个崇尚一枪毙敌的时代。此时德意志帝国的毛瑟步枪是战场上当之无愧的王者，它的巅峰之作毛瑟98步枪，其设计的核心理念便是无与伦比的坚固、威力和精度。毛瑟采用了一种划时代的设计，前端闭锁旋转后拉式枪机，这套系统如同银行金库的大门，将最坚固的锁舌2个巨大的闭锁凸损设在枪机头部。当枪机旋转闭锁时，凸损直接与最坚固的枪管结套啮合，将子弹发射时产生的巨大压力牢牢锁在枪械最强壮的部位。这种设计带来了2大优势：一是坚固无比，能发射威力巨大的弹药；二是精度奇高，闭锁刚性极强，至今仍是现代高精度步枪的蓝本。然而这份极致也带来了设计的缺陷，为了驱动这套坚固的系统，枪机拉柄需要旋转整整90度，动作费力且缓慢，严重牺牲了射速。但在那个信奉一枪毙敌、追求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时代，精准远比速度重要。这种稳如磐石的设计，恰恰是毛瑟步枪的精髓所在。就在所有人都向毛瑟看齐的时候，一位名叫詹姆斯·帕里斯里的设计师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想法。他认为，在未来瞬息万变的战场上，火力的密度和持续性比单发的极致精度更为重要。他要设计的不是一台精密的射击工具，而是一台高效的弹药投送器。基于这个理念，里恩菲尔德正式登场，它的超前设计后端闭锁旋转后拉式也由此诞生。那么它的构架与毛瑟又有些不同，毛瑟则是将锁舌放在金库大门边缘不同，而我们里恩菲尔德是将2个闭锁凸损放在了枪机的尾部，靠近拉柄的位置。当枪机闭锁时，这2个凸损会卡入机匣中部的凹槽里。这种设计在当时许多保守派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因为子弹发射时巨大的压力会作用于整个枪机机体和机匣，让整个系统产生微小的弹性形变。理论上说，这种柔性的闭锁会有点影响步枪的极限精度，可能也无法承受像毛瑟那样变态的高膛压子弹。但李先生用这种微小的代价换来了他绝对优势，那就是速度。里恩菲尔德的枪机设计可以说是把人机功效发挥到了极致，让士兵的操作效率大大提升。这主要归功于3个精妙的设计。第一点，它极短的枪机旋转角度，由于闭锁凸损位于后方，所以它解锁和闭锁所需要的旋转角度仅只有60度，相比毛瑟的90度，足足减少了1/3。这意味着士兵的手腕只需轻轻一扭就能完成解锁动作。第二点就是它顺滑如油的操作手感，里恩菲尔德的导向类和凸轮设计非常巧妙，整个后拉前推的过程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这又导致许多枪械爱好者都用黄油般顺滑来形容它的手感。这种顺滑让士兵在连续射击时能以极高的频率重复操作，而不会感到费力。第3点是它无与伦比的人机功效，这是里恩菲尔德设计思想的精髓所在。它的枪机拉柄并不是简单的圆球，而是被设计成略微向下弯曲，而且它的位置非常靠后，正好落在射手保持射击姿势时右手拇指和食指的中间。这就意味着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根本不需要将枪托撤下肩膀，甚至不需要松开大部分的握持，仅用3根指头就能完成拉栓上膛的全套动作，而他的视线和脸颊始终可以保持在瞄准基线上。
对比一下毛瑟，射手需要用整个手掌去握住拉柄，完成大幅度的旋转和抽位，视线和姿势肯定会有偏移。而里恩·菲尔德的射手就像一个与步枪融为一体的半自动系统，每一次心跳的间隙都可以完成一次射击循环。如果说顺滑的枪机是里恩·菲尔德的引擎，那么他那标志性的10发弹匣就是为这台引擎配备的大容量油箱。在当时那个年代，所有的弹仓容量都是5发，里恩·菲尔德石破天惊地采用了10发双排可拆卸弹匣。虽然在实际作战中，英军士兵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像现代步枪一样频繁更换弹匣，而是通过机匣顶部的开口用2个5发的乔加快速装填，但这依然带来了革命性的战术优势。这意味着一名英军士兵在进入战斗时，他的战斗火力绝对是对手的2倍。在一个步兵般的交火中，当德军士兵打完5发子弹，手忙脚乱地寻找下一个乔加准备装填时，英军士兵的枪膛里还有整整5发子弹可以继续进行压制和攻击。这短短几秒钟的火力空窗期，在战场上就是生与死的距离。那么里恩·菲尔德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他作为一个完整火力投送系统的全面胜利。他不是单纯的追求某一项指标的极致，而是将射速、人机功效、弹药容量这3个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所以里恩·菲尔德步枪的厉害之处并不仅仅是拉栓快、子弹多这么简单，他真正的杀手锏是他背后超前的设计思想。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在那个年代，像毛瑟这样的主流步枪，它的设计思路还是老一套，就是想方设法让一个士兵变成一个打得更准的神枪手。它仅仅是一件优秀的个人工具。但里恩·菲尔德的思路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已经跳出了单兵作战的圈子，开始思考整个步兵班、步兵排的战术问题。他的设计目标不再是培养一个出色的射手，而是要把一个步兵排变成一挺可以灵活移动、由10几名士兵组成的人肉机枪。所以你看，这表面上是枪机后端闭锁和前端闭锁的技术路线之争，但骨子里其实是2种完全不同的打仗思路在掰手腕。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在一战那种大家躲在堑壕里对射，动不动就集团冲锋的绞肉机战场上，精准射击的机会在减少，而持续不断的火力压制变得至关重要。这时候，里恩·菲尔德所代表的这种火力密度至上的思想，简直就是为这种战争量身定做的，自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里恩·菲尔德步枪的优秀设计是他成为传奇的天赋，那么他疯狂1分钟的特性就是将这种天赋发挥到极致的后天努力。所谓疯狂1分钟，其实就是英军一套官方的极速射速射击标准。它的核心要求就是在短短60秒内，一名士兵需要用手中的里恩·菲尔德步枪对远距离目标完成尽可能多的精准命中。它不再是士兵在战场上的即兴发挥，它其实是一套刻在每个英国大兵 DNA 里的标准射击动作，是官方教材里要求必须掌握的肌肉记忆。而疯狂1分钟的诞生，源于一场让日不落帝国颜面扫地的战争，那就是第2次布尔战争。这一切都要从南非那片炙热的草原说起。当时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对上了当地的布尔民兵，按理说这应该是一场毫无悬念的碾压，但现实却给了英军一记响亮的耳光。布尔人虽然人少，但他们手里有好家伙，从德国买来的毛瑟步枪，他们凭借这些精准的步枪，即使在很远的距离上，依旧能够一个一个的放倒那些穿着醒目红色军装的英国士兵。而英军这边呢，他们手里的老式长里步枪，无论在射程还是精度上，都被对手完全碾压。这场仗打得英军刻骨铭心，也打醒了他们。他们终于明白，未来的战争光有先进的武器还不够，你还得有一套能把武器性能发挥到极致的战术和训练方法。所以战争一结束，英国人就开始了两手抓，一边赶紧换装更牛的 SMLE 步枪，这也就是利恩·菲尔德的前身；另一边开始系统的研究一套全新的步兵射击理论，而这套理论最终的结晶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疯狂1分钟。那么疯狂1分钟这个听起来很厉害的战术，它的标准到底有多苛刻呢？官方的要求是这样的：一个合格的步兵必须在1分钟内用他的里恩·菲尔德步枪，朝着差不多300码外，大约就是275米，将近3个足球场的长度，一个直径12英寸的目标，打出至少15发有效命中。注意这几个关键词：
60秒近300米，人体宽度，命中15发。这可不是朝着一个方向瞎开枪就行的，这要求你在快得离谱的射速下还得保持住吓人的精准度。而对于那些高手，比如射击教官或者老兵来说，1分钟命中20发、25发都是家常便饭。历史上最恐怖的记录就是在1914年，一位名叫斯诺登的教官，他能在1分钟内命中38发，这已经不是步枪，这是 bug， 这操作简直比游戏里开挂还疯狂。那么这种神乎其技的操作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这背后靠的是里恩菲尔德步枪的绝佳设计和一套科学严谨的训练方法。每个新兵都要把这套动作练上千百遍，直到它变成身体的一部分。首先，一切的基础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分工握法。你想想看，握姿射击时，你的右手可不是随便抓住枪托就完事儿了。下面那3个指头，小指、无名指和中指，他们的主要任务就像一把铁钳，死死地把枪托往你肩膀里顶，专门负责吸收后坐力，保证枪身稳定。而你最重要的食指和拇指呢，它们被彻底解放了出来，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操作小组。食指只干一件事，就是扣扳机，而拇指则配合食指，专门去操作那个小小的枪击拉柄，任务分工清清楚楚。然后真正见证奇迹的时刻就来了，那是一套闪电般的协同动作，一次完整的射击就像一段行云流水的舞蹈。枪一响，几乎是下意识的，你的拇指和食指就已经默契的向上轻轻一扭，再猛地向后一拉，把滚烫的弹壳甩出去，紧接着毫不犹豫的向前猛地一推，把下一发子弹塞入枪膛，最后拇指向下一压，咔嗒一声完成闭锁。但在整个过程里，最关键也最反直觉的是什么？那就是你的脸颊要像被胶水粘住了一样，始终死死地贴在枪托上，眼睛一刻也不能离开瞄准镜。你看到的画面就是准星在开火的瞬间猛烈地向上一跳，但就在你拉栓的0点几秒内，它又迅速地回落到目标身上，然后紧接着就是下一声枪响。我们的小伙伴这时候就会问了，要是弹匣里10发子弹打光了怎么办？别慌，重新装填也要快如疾风。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会从弹药包里迅速抽出2个5发的条夹，右手咔的一下把它插进机匣顶部的导槽里，然后用大拇指就像我们今天刷卡一样，刷的一下就把10发子弹瞬间推进了弹匣。整个过程高手只需要5到8秒钟就能搞定。所以说，经过这样的千锤百炼，士兵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操作武器的人了，他已经变成了这台手动速射机器的核心引擎，是武器本身的一个延伸。而英国的此次升级改动也铸就了里恩菲尔德步枪封神之战。时间来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刚刚点燃，训练有素的英国远征军抵达欧洲大陆，在比利时一座名叫蒙斯的小镇，他们碰上了德意志帝国的先头部队，发生了历史性的交锋。这一幕是2大帝国陆军在战争中的首次正面对决。当身穿灰色军服的德军步兵如潮水般涌来时，尽管兵力上英军处于绝对劣势，但他们依托着仓促挖掘的简陋工事，开始展现他们千锤百炼的射击技艺。对于进攻的德军而言，眼前的景象是难以理解的。无论他们从哪个方向发起冲锋，都会立刻被卷入一阵由子弹构成的金属风暴之中。那火力的密度和持续性完全不像是步枪能够发出来的，它的猛烈程度感觉就像是处于阵地前方，每个几米就部署了一挺疯狂咆哮的马克沁机枪。德军的进攻队列在这样一片弹幕面前被无情的撕碎，一次又一次的溃退，伤亡惨重。在他们递交给后方指挥部的报告中，军官们反复用惊恐的笔触强调，他们遭到了来自英军机枪的压制和屠杀。然而，令人震惊的真相在战后才得以揭晓。在当时许多英军的阵地上，机枪的数量寥寥无几，而真正制造出那片死亡弹幕的，正是一个个沉着冷静的英国步兵和他们手中所向无敌的利恩菲尔德步枪。蒙斯战役成为了疯狂1分钟战术一战封神的顶点，它以最直观最震撼的方式向全世界证明，一支设计精良的栓动步枪，当它与一套严苛的训练体系以及先进的战术思想相结合时，完全可以爆发出颠覆一个时代认知的恐怖战斗力。尽管英国远征军因整体战略需要最终后撤，但他们在此战中展现出的惊人战斗力，为自己赢得了老可敬者这一永恒的绰号，也为里恩菲尔德步枪的100年传奇谱写下了最为光辉的开篇序曲。
一战的疯狂1分钟神话之后，残酷的堑壕战成为了里恩菲尔德步枪的真正试金石。在泥泞污秽的环境中，它后端闭锁枪机的粗糙设计，反而比精密的德国毛瑟步枪展现出更强的可靠性，不易被泥沙卡住。为了应对战争的巨大消耗，英国还推出了简化的南波万型号。它取消了弹匣、隔断器等复杂部件，全力为大规模生产服务，体现了极致的战争务实主义。经历过一战后，英军为了生产简单便利，又进一步研发了 Number 4步枪。Number 4的设计核心是效率与人机功效，它采用了平面机匣，为了加速生产，并革命性的换装了穿孔式罩门。这种瞄准方式非常直观，大大缩短了新兵的训练时间，让士兵与武器更好的合二为一。再加上更精准的自由扶持重型枪管， Number 4步枪成为了二战中英联邦军队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然而，家族的演化并未停止，为应对太平洋丛林战大幅缩短减重的 Number 5丛林卡宾枪在1944年诞生。它外形精悍，配有消焰器和橡胶垫，但这次轻量化尝试因2大缺陷而失败：一是后坐力巨大，二是存在无法解决的游移零点问题，导致精度严重不可靠。这匹野马最终因设计缺陷而早早退役。里恩菲尔德家族在2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中展现了其强大的适应性与进化能力，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好了，关于里恩菲尔德步枪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或者你还知道哪些关于里恩菲尔德步枪的冷知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再见。